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在我们五脏中，肝、心、脾、肺、肾，肾为先天之本，主骨生髓，主发育，主生殖，在有很重要的地位。如果你经常感到手脚冰凉、腰背发冷，大多是由于肾阳不足所引起的。肾为先天之本，生命之门。如果肾阳虚衰、温煦，人体的功能下降，就会出现以上症状。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只用一招就能让你阳气十足，肾气充沛。这个方法就是还阳卧，这是道家经典的养生方法之一。下面我向大家演示具体的操作方法。还阳卧的具体做法，我们平躺，然后呢全身放松，呼吸均匀，然后我们两脚脚心相对，脚跟尽量往会阴处靠。接着我们双手重叠，放在小腹上，也就是丹田的位置。就这样保持这个状态，呼吸均匀，全身放松。有些长期失眠的人，这个大脑杂念比较多，那么我们在做还阳卧的时候，心中可以默数数，心里默数1、2、3、4，这样就一直数到100。这样默数数字可以帮助我们集中精神，同时可以控制大脑的杂念，让我们可以更好的进入一个放松、有利于睡眠的状态。很多人刚开始做这个姿势时候不习惯，因为这样会拉到大腿内侧，会有拉紧的感觉。但是正是因为拉伸了这里，对肾才好。因为肝肾两经都从大腿内侧通过，锻炼肝肾功能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两腿分开，劈叉开进行拉伸。这个动作就能很好的拉伸了大腿内侧的肝经和肾经。肝肾这两条经络是紧密相连的，这两条经络一定要一起锻炼，才会协调一致，才能起到更好的补肝肾的作用。大家如果觉得不习惯，坚持做一段时间，就会觉得非常舒服了。好，除了这样卧，还有一个姿势是混元卧，它与还阳卧的主要区别在于手的姿势。还阳卧是把手放在腹部，混元卧要把两手十指交叉放在头顶的百会穴处。我们平时提升肾气，可以先做还阳卧10天，然后换混元卧，然后再做还阳卧，这样依次类推。如果是身体虚弱的人，建议单独做混元卧，因为这类人阳气亢盛，还阳卧会引气下行。好，以上就是经典的还阳卧养生法，男女都可以做，对肾脏养生非常好。今天的内容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我们日常保健中养胃是不可欠缺的，你说它简单也简单，你说它不简单，的确也是不简单。事实上，养胃的确是不难，但要养出效果难。很多人都有体验过，心情不好、生气、情绪不佳的时候，我们往往没有食欲，又或者胃很不舒服等等的表现。脾胃合称后天之本，胃有问题，脾就会受到影响。脾胃不好了，整个人的身体健康都会受到影响。所以胃的问题其实是身心的问题，所以养胃的确是不难，但要养出效果难。下面向大家分享在胆经上的养胃高手，就是在养胃的同时，加上点揉胆经上的五腧、胃道这个区域，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养胃的功效。
这个区域在先找到五腧穴，它在侧腹部肚脐下4横指。当擦前上肌凹陷横平肚脐3寸处，这个凹陷的地方就是，然后再下0.5寸就是维道穴，就是这个区域。找到这个区域，我们把手指并拢，就这样，稍稍用力点按。每次15分钟，也可以用全眼按揉。小孩每次点揉的时间5到10分钟就可以了。除了可以用手，也可以用擀面杖来按揉，拿擀面杖的一端顶住五腧围到这个区域。就这样做顺时针的旋卷就可以了。常常点揉这个区域对女性也是非常好的，可以调经止带，可以作为妇科保健的常用方法。如果你会艾灸，也可以用悬灸的方法刺激这个区域，温和灸，每次15分钟。我们坚持点揉这个区域，可以疏通下焦，调理肝气犯胃，可以温经散寒，利胆疏肝，补脾益肾，对提高养胃的功效很有帮助。这个小方法很简单，养胃多时效果也不明显的朋友，加上这个方法坚持做，相信对你会有帮助的。好，本次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黄芪是一种很常见的中草药，很多人平时都喜欢用黄芪来泡水喝。那你知道黄芪泡水喝的保健养生的功效有哪些吗？它有哪些副作用呢？好，下面告诉大家。首先说它的保健作用，黄芪泡水代茶饮，可以起到补气、生阳、益胃固表的功能。比较合适气虚的人，这类人多汗，同时往往是体质虚弱，容易疲乏。气虚多汗的人用黄芪泡水做日常保健养生是比较合适的。它的副作用就是，如果阴虚又或者湿热的人喝了会加重症状，还有肾脏有疾病的人也不能喝。那么这类人可以用我们身体的穴位替代黄芪。下面向大家分享一组经验配穴，可以替代黄芪，补气固表。第一个是合谷，它在我们的手上，在第1、第2掌骨间，当第2掌骨桡侧的中点处，就在这里。找到位置，我们稍稍用力点住，然后做逆时针点揉。泻合谷可清气分之热，热清表固而汗止。左右穴各点按5到10分钟。第二个是复溜，它在小腿内侧太溪直上2寸。太溪在内踝尖和脚跟肌腱之间的凹陷处，这里是太溪，再上3横指。就是复溜。找到位置，稍稍用力点住，做顺时针点揉。复溜属肾经经穴，补之可温肾生阳，胃外固表。左右穴各点按5到10分钟。好，以上这个配穴
可以很好的帮助不适合用黄芪泡水喝的人。坚持点蜡就有黄芪生阳固表的养生功能。好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